美日展开东方之盾联合军演，美陆军标枪便携式反坦克导弹与自卫队01式轻型反坦克导弹首次联合实弹射击。美日为何宣称这是离岛作战新战法？深圳卫视东京特约观察员毛峰点拨关键。这也是日美针对台海有事而制定的一种新的战术计划。普京亲赴远东视察东方2022军演，作为俄军4大战略方向演习之一，东方系列演习有哪些看点？俄军核潜艇参演释放什么信号？这是一张在码头拍摄的照片，一艘奥斯卡2级核潜艇的侧面盖子全部掀起，两边各露出12个巨大的反舰导弹发射管，透着强大的威慑感。普京时隔17年再次视察欧洲飞地加里宁格勒，为何是在北约心脏插一把尖刀？伊斯坎德尔导弹、匕首超音速导弹能否遏制美西方反俄攻势？现在呢，他肯定会拿出一部分这个战术核武器部署在这里了。炮火中的扎波罗热核电站会否拉响俄乌冲突核警报？军情直播间即刻播出。本周在日本，美军与自卫队共出动2100人进行东方之盾地面联合军演，军演到延续到本周末。双方公开反坦克导弹射击训练画面，由美国陆军提供标枪导弹进行实弹射击。那这也是美国陆军标枪导弹首度在日本境内实施实弹演训。那么，美军与自卫队频频提升彼此军事装备的互操作能力，透露了怎样的未来谋划？美日破天荒联演地面作战，又是针对哪些作战假想？本期节目，东京特约观察员毛峰点拨关键，评论员秦真、王亚楠共同在线深入解读，马上掌握最新消息。近日，美日结束模拟台海危机的兵棋推演后，又举行了东方之盾2022联合演习，从8月28号持续到9月9号，双方出动了2100人参加，主要在日本9州各地和鹿儿岛县岩美大岛的驻地演习场举行。8月28号，美国陆军与日本陆上自卫队在熊本市建军司令部的大石野原演习场向媒体展示了联合训练。训练设想的是离岛防卫，进行了美国陆军的标枪便携式反坦克导弹和陆自具有相同性能的01式轻型反坦克导弹的实弹射击，确认双方开展联合作战的步骤。标枪由步兵携带，扛在肩上发射，可自动追踪目标，破坏坦克等高价值目标，是美国军援乌克兰的代表性武器。深圳卫视东京特约观察员毛峰参加了现场观摩，在训练中，陆自和美陆军分别在演习场内的不同地点各发射了2枚导弹。陆自向约400米外，美陆军向约2公里外山体上视作坦克的目标进行射击，导弹命中目标后冒出浓烟。无论是日本的01式，还是美国的 FGM-148标枪导弹，那么它们都具有那么携带的轻型化、单人操纵那种机动化，同时呢还具有红外线、自动跟踪等反坦克优良的性能。这也是日美针对越来越紧张的台海有事而制定的一种新的战术计划。据日本时报报道，这也是美国陆军首次派遣多领域特遣队抵达日本参演。多领域特遣队的陆军单元由数千人组成，已有的2支分别驻扎在美国华盛顿州和德国的基地。该部队分为4个组，具备火力、防空、后勤和信息战能力。第3支特遣部队最初计划在夏威夷部署，但现在被认为最终将在亚洲部署。预计该部队将在2023年之后启动。这支特遣部队在和平时期搜集情报，通过了解对手的行为模式和弱点，为突发事件做准备。若发生战争，电子和网络攻击的目标是破坏敌人的通讯网络以及指挥和控制系统。利用事先获得的情报，特遣队将负责率先摧毁对手的防空系统和指挥控制系统，为美国军舰和战斗机接近打开缺口。8月31号，美日还进行了反舰实弹演习。
美国陆军出动海马斯高机动多管火箭炮系统，与日本陆自12式岸舰导弹首次联合对海上目标实施打击。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演习地点是在奄美大岛，而指挥所却设立在500多公里外的熊本市舰军司令部，利用远程化的侦测通信打击一体化的数据链来进行指挥。未来日本12式反舰导弹与美军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相配合的那么一种反舰作战模式，肯定会延伸部署到石垣岛、宫古岛等靠近台海地区的西南离岛。8月31号，日本防卫省出炉了下一财年军费预算报告，在2023财年，军费总额为5.59万亿日元，约404亿美元，将创下2战以来日本最高的军费纪录。更重要的是，按照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本2023财年实际军费开支将达到6.5万亿日元，比上一财年暴增20%，首次突破6万亿大关。在未来5年，日本还计划将军费提高到10万亿日元 ，GDP 占比增加到2%。可以判断，就是日本军事这种根本性的转折，它不仅仅是美国近年来对日本的松绑，而且更有美国有意要通过日美军事同盟的一体化，要把日本打造成为它在亚洲的第2美军，那么这才是关键的所在。那么，日本新增的防卫开支将用到什么地方呢？据了解，日本政府今年底将提前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和防卫计划大纲等重要文件，正式确立可以进行先发制人的远程打击。因此，日本军费激增很明显的一个动向，就是要加快中远程导弹的研发和装备工作。目前，日本正在以12式岸舰导弹为基础，研发一款射程达1000公里的巡航导弹。新的巡航导弹原本计划在2026年完成部署，现在要加速提前2年，争取在明年进行量产部署。此外，舰载和机载型号的研发也将加快。此外，日本防卫省还希望在未来数年内列装一款飞行速度达5.5马赫，可以在潜艇、水面舰艇和飞机3大平台上发射的高超音速导弹。岸田政权的强调，今后5年内要从根本上强化日本防卫力的根本，就是要确立和装备可以找击，并且能够在远程对区域外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的那么一种能力。那么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可以拥有中远程导弹，对敌基地展开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美国对日本的军事松绑还体现在自卫队的空中战力，这也是日本谋求进攻能力的重要一环。那么，日本空自将会如何发展空中进攻能力呢？说到空自战力，一直以来最具标志性的就是 F-15J 战机。日本从1980年开始，总共从美国购买了213架 F-15战机，包括空优型 F-15J 和教练型 F-15DJ， 大部分是在三菱重工小木南工厂组装生产。日本也靠着这些 F-15J 战机曾长期称霸东亚的天空，并凭借技术优势，经常在东海上空跟踪监视中国空军的飞行训练。要知道，1980年的时候，中国空军的主力战机还是歼5、歼6，连歼7都还很少。后来随着中国空军的发展 ，F-15J 逐渐失去了优势，此类情况才逐渐减少，现在已经基本看不到了。那么，为什么说美国那时候对日本还是有诸多限制的呢？事实上，与美国的 F-15CD 相比，日本的 F-15J 充其量就是猴版外贸型，在空重指标就有出入。F-15C 空重约12.7吨，而 F-15J 仅有12吨，相差700公斤。有人称这是由于日本航空工业技术水平先进，采用了大量复合材料。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F-15J 是功能不全的。美国人当年对日本看管很严，不允许日本拥有这种能力，所以卖给日本的 F-15J 主要用于对空作战，对地武器只有普通的航空炸弹。
不仅如此，日本方面想对 F-15J 进行升级，也会受到美国限制。要怎么让美国点头？比如在雷达方面，美国的 F-15CD 早已使用 AN/APG-63V3 有源相控阵雷达，日本的 F-15J 在一次升级中也只能用上美国淘汰的 AN/APG-63V1 脉冲多普勒雷达，两者性能差距非常大。按照日本防卫省的计划，明年将对20架 F-15J 进行升级，使其能够挂载甲斯姆联合防区外空地导弹。甲斯姆的最大优势是射程非常远，初期型就在370公里，增程型更是达到了1000公里，因此其能够在对方的防空系统拦截范围之外发起攻击，从而让载机的生存概率显著提升。此外，甲斯姆还采用了隐身射击，具备很强的突防能力。甲斯姆的首战是在2018年4月14号。当天凌晨，美国派出2架黑色 B-1B 战略轰炸机从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起飞，高速飞向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在300多公里外向巴泽研究和发展中心发射了19枚甲斯姆，全部命中目标，为后面的战斧空袭打开了缺口，将巴泽研究和发展中心炸飞去。由此可见，日本不管是向美国购买甲斯姆巡航导弹，还是升级 F-15J 战机，使空自具备对海对陆攻击能力，背后都是美国受益的。不仅如此，日本还将向美国购买同样能够进行防区外对海对陆攻击的联合打击导弹，装备在 F-35A 的战机上。日本防卫省在新财年军费预算报告中还提到引进小型无人机和攻击型无人机。而此前，日本防卫省综合幕僚监部发布消息称，一架中国 TB001无人机8月30号下午从东海穿过宫古海峡飞至太平洋，随后沿着宫古岛、石垣岛等仙岛群岛的南侧向西飞行。分析指，中国无人机的优势已经让日本着急了。无人机呢是未来战争的一个重要的装备，那么也是日本目前的一个短板，提出了要加速研发和装备，包括警戒类、侦察类、运输类，甚至于攻击用的各种类型的无人机。美日举行东方之盾演习，以双方装备混搭形式进行联合反坦克登陆、反舰作战等新战术的演练。请教一下王先生，这是一种怎样的信号？美日在近些年的联合演习中，相互协作的程度越来越密切。像这次呢，装备混搭实际上也就预示着双方希望对各自的战术的特点、作战的习惯，甚至装备的特性呢，有更多的熟悉。而在演习的内容上，增加了对反登陆作战的一些科目，比如说联合反坦克作战，包括在反登陆作战中的一些反舰战术。这些作战可能表明的是，美国和日本预期在未来地区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安全形势的变化。同时呢，更加向外界在透射出一个信号，就是美日在整个的亚太地区介入一场反登陆作战的，或者说反两栖作战的能力以及可能性。事实上，这种联合演习的能力宣示，包括密切程度的增加，只会增加地区的不安定的因素。美国驻日大使公开表示，美日同盟正在从过去的防御性同盟转成打击性同盟。有分析认为，美国在亚太的军力也逐渐变成美日联军。请教一下秦先生，美国是否日益需要自卫队，要将自卫队打造成为第2美军呢？实际上，美国现在正在把日本自卫队打造成第2美军，这个过程现在是在进行时啊。二战之后，我们知道日本作为一个战败国，然后又由美国人美军主导给他设立了一部所谓和平宪法啊，在宪法当中规定这个放弃发动战争权利等等啊。原来他是支援性角色，比如在这个朝鲜战争时期，在越战时期，甚至于在冷战和苏联对抗时期，那么日本就是主要打下手啊，打起来美国认为可能美军还是主力啊。但是现在，那么逐渐的就想他让这个日本自卫队也要和他并肩的所谓的作战啊，成为一个战斗的一个角色。美国把很多的战术战法都传授给日本的自卫队啊，双方很深的这种相互的这种演习和演练。然后日本自卫队的很多武器装备可以说一直也沿袭的是北约制式，甚至于是从美国直接购买
啊，或者大量购买美国的零部件、通信联络、数据的分发、武器的使用都是一样的啊。所以现在这种协同能力越来越高，也就是美国确确实实在把日本正在给它打造成一个第二美军。日本2023财年军费预算激增，再创历史新高。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准备建造2艘排水量高达2万吨的宙斯盾舰，这一吨位一旦建成，将成为世界第一的存在。请教一下王先生，您觉得日本造得出来吗？为何连日本内部都有众多质疑声音，恐沦为2战时大和武藏那样的废物军舰？日本这次的计划呢是建造2艘大吨位的武库舰，实际上它应该说是一艘宙斯盾的放大版。日本准备把标准3和标准6这样具备不同能力的反导武器全部装上去，同时在这艘战舰上要装备原来的陆基反导的预警雷达 SPY-7型，这就等于说把很多的先进装备会综合到一艘战舰上。这艘战舰将搭载大量的反导和对地、对海、对空的攻击武器。日本的质疑主要来自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样庞大的一艘战舰集中了如此多的高价值系统和装备，那么它是否能够保证自身的安全没有忧虑呢？因为这样的战舰在面对现代一些新锐武器，比如说高超声速的反舰武器的时候，它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弱点，有可能被对手抓到的，这也是日本各方的质疑的重要原因。东方2022演习8月31号至9月7号在俄罗斯乌苏里斯克市谢尔盖耶夫斯基训练场开幕。作为俄军4大战略方向演习之一的东方系列演习，此次投入总兵力超过5万人。中国、阿尔及利亚、印度、白俄罗斯、塔吉克斯坦、蒙古国等国派出部队参演。那么此次军演有哪些看点？中方参演部队挑战了哪些实战化科目？俄乌冲突仍在焦灼，如期举行的军演又向西方发出了怎样的信号？9月6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谢尔盖夫斯基训练场观看了东方2022战略指挥和参谋演习。此前，普京与俄军方高层举行了非公开会议。东方2022演习在俄罗斯东部军区的7个训练场及鄂霍次克海和日本海相关区域展开。8月31号，东方2022演习开幕式上，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叶夫库罗夫上将表示，此次演习，俄罗斯将对受邀军方开放指挥控制系统，借此次军演提高各国部队的训练和组织，在作战和战术层面指挥上形成各部队之间更好的互动，以便达成共识。Восток 2022. Мероприятие такого масштаба во многом уникально. Размах учения, состав государств-участников, количество привлекаемого личного состава вооружения военной специальной техники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ет о возросшей роли и значении совместной подготовки。东方2022演习共分为兵力集结部署、联合战役筹划、联合战役实施、组织兵力回撤4个阶段展开。相比于4年前的东方2018军演，俄军参演兵力大幅度缩水，从30万人变成了5万人。但乌克兰冲突仍在持续，俄罗斯在远东进行较大规模军演，依然超出了美西方媒体的预料。实际上我们说俄罗斯在这个时间段去展开演习本身呢，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向世界证明俄罗斯方面还是有足够的军事力量。那么既在西部方向去进行特别军事行动，同时呢又能够保证在其他方向自身的这个国家安全。俄罗斯方面也必须要在这个区域展示出自己足够的实力，这样呢才能真正的形成一种威慑的效果。9月1号，东方2022演习正式展开。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视频显示，此次参演的俄军装甲部队在谢尔盖夫斯基训练场使用灌木伪装，沿着泥泞的道路前进，完成了集中在指定区域执行战斗训练任务，其中包括 T-72B3 主战坦克、BMP-2 步兵战车和道尔野战防空系统。
在更先进的 T90和 T14系列主战坦克产量有限的情况下，由 T72坦克改造升级而来的 T72B3仍是俄军坦克的主力。同时，俄东部军区的 S400防空导弹系统和铠甲 S 弹炮合一防空系统分别在哈巴罗夫斯克和滨海边疆区执行演习战斗任务。S400在接到模拟敌方空中目标侵犯责任区空中边界的信号后，采取行动，准确摧毁来袭目标。铠甲 S 主要是对 S400进行掩护，并承担近程防空任务，击毁10余个模拟目标。此外，俄东部军区摩托化步兵和炮兵还演练了反两栖登陆任务。作为东方2022演习的一部分，俄空天军的苏35S、苏30 SM 和米格31战斗机已在哈巴罗夫斯克、滨海边疆区、勘察加地区和楚科奇自治区的机场执行防空作战任务。俄军飞行员演练了空中目标拦截、执行掩护攻击机行动、对地面目标进行空袭和为部队提供空中支援等科目。同时，隶属于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2架伊尔38和2架伊尔38N 反潜机，在可能部署敌方潜艇的区域进行了反潜侦察和布雷作业。此次东方2022演习的海上部分，则在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举行。由于俄太平洋舰队旗舰瓦良格号巡洋舰正在地中海执行战备任务，克雷洛夫元帅号导弹测量船担任指挥舰。该舰排水量超过2万吨，拥有完备的电子侦察和通信系统，曾在2021年中俄海军联合巡航期间担任俄方指挥舰。此外，俄海军还出动了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号护卫舰、守卫级轻型护卫舰坂美号、雷明号、俄罗斯英雄阿尔达尔、齐登扎波夫号、暴风雪号等主力舰艇，以及多个扫雷舰编队。其中，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号之前属于8000吨级的无畏1级驱逐舰，在进行大规模现代化改装之后，被划入护卫舰行列，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护卫舰。其实，俄罗斯在整个的远东方向啊，或者我们说日本海也好，鄂霍次克海也好，它其实遭到了越来越大来自于美国和它盟友的压力。那么这个时候呢，当然俄罗斯方面也必须要很好的去搭配它的海上力量、空中力量和这个岸防的相关部队，那么形成足够的这种威慑力。根据俄国防部发布的视频，一艘奥斯卡级巡航导弹核潜艇也出海参演。这种大型核潜艇被视为俄海军对抗美军航母打击群的杀手锏。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出动奥斯卡2级巡航导弹核潜艇参演东方2022，备受外界关注。这意味着演习很有可能有对海上舰队进行攻击的科目，而且针对的还是航母这样的大型水面编队。那么，建造于苏联时期的奥斯卡2级核潜艇究竟有怎样的杀手锏呢？上世纪50、60年代，苏联由于国力不济，没有走与美国相同的大航母海军发展道路，而是集中力量发展核动力潜艇和常规潜艇，总共建造了至少33个型号、246艘核动力潜艇。这些潜艇按使命任务分为战略核潜艇、巡航导弹核潜艇和攻击型核潜艇。其中以奥斯卡2级为代表的巡航导弹核潜艇，主要使命就是歼灭美国的航母编队，总共建造了13艘，目前在役8艘。它的水下排水量达18300吨，与美国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大体相当。这是一张在码头拍摄的照片，一艘奥斯卡2级核潜艇的侧面盖子全部掀起，两边各露出12个巨大的反舰导弹发射管，透着强大的威慑感。这种导弹发射管可发射 P700花岗岩或 P800睾玛瑙远程超音速反舰导弹。花岗岩是苏联时期研制的第3代远程超音速反舰导弹，全长10.5米，重量6.98吨，最大射程为500至550公里，最高飞行速度为2.5马赫，可装备50万吨 TNT 当量的核战斗部或750公斤半穿甲战斗部。理论上讲，奥斯卡2级核潜艇具备单挺消灭一个航母编队的实力。据了解，花岗岩还有一门独特本领。多枚间隔发射之后，其中一枚作为领航弹在高空飞行，以便更好地捕获目标；其余导弹在低空隐蔽跟随。在整个巡航过程里，各导弹共享目标参数，还会不断自行修正飞行轨道。
如果打头的领航弹被摧毁，后面跟随的导弹就会有1枚迅速爬升到高空，继续作为领航弹，直到完成攻击任务。除了24个用来发射花岗岩镐玛瑙导弹的发射筒以外，奥斯卡2级核潜艇还具有4具533毫米鱼雷管和2具650毫米鱼雷管，可发射53型鱼雷、65型鱼雷攻击敌方潜艇或水面舰艇，或者发射 SSN-15、SSN-16反潜导弹攻击敌方潜艇。必要时，奥斯卡2级核潜艇还可以布设水雷。奥斯卡2级核潜艇在水下的噪声较小，因此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俄罗斯近年来还对其艇体进行了改进，换装了新的消声瓦和浮筏减震系统，水下噪声进一步降低，隐蔽性更加出色。因此，奥斯卡2级核潜艇在攻击敌方航母或者海上舰船时，可以采用阵地设伏、区域游猎、引导截击、长途奔袭、追击攻击等作战方式。用53型、65型鱼雷攻击近距离水面和水下目标，对远距离水面目标则以花岗岩导弹实施攻击。另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奥斯卡2级核潜艇的后续艇还将装备口径 NK 巡航导弹，使其拥有远程对地攻击能力。届时，西方国家无疑将更为忌惮。俄罗斯在这个区域呢，传统也算它的堡垒区域之一。俄罗斯如果能够保证这个区域它的这个堡垒海域的这种安全的话，那么俄罗斯海军的这种传统的优势，就是核潜艇这块的优势的发挥呢，也可以得到一种保证。而中方参演部队主要由北部战区所属陆军、海军和空军部队组成，参演兵力为2000余人，各型车辆装备300余台，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21架，舰船3艘，采取摩托化行军、铁路输送、海上机动、空中输送方式，顺利实施跨境投送任务。在9月3号，东方2022演习全员全装全要素实兵实弹合练中，解放军参演部队陆上、空中力量在谢尔盖耶夫斯基训练场参加合练，海上力量在日本海相关海域参加合练。中方空中战术群数架歼十 B 战机与俄方侦察机、轰炸机联合行动，高空对敌重要目标展开精确打击。中方陆上战术群数架直10、直19等直升机低空对敌实施密集火力打击。中方陆上战术群99型坦克、04A 步战车等陆上力量在山丘间卷起滚滚尘土，迅速突破敌阵地前沿。海上部分，中俄海军在演训场地之一的日本海北部会合，布置海军礼后开始既定科目训练。据国防部发布，9月2号，由南昌舰、盐城舰、东平湖舰组成的中方舰艇编队组织对空实弹射击演练。随着战斗警报响起，南昌舰官兵闻令而动，迅速奔赴站位。在海面风力较大的条件下，官兵们根据指挥所传来的目标信息，迅速装定各项参数，果断按下发射按钮，100余发炮弹瞬间倾泻而出，数千米外的伞靶应声坠海。据编队指挥员介绍，此次演练旨在检验装备性能，促进与外军之间的协同配合，提高舰艇防空反导能力和对空作战训练水平。俄媒报道，吉安组织、上合组织等13个国家的部队参加了东方2022演习，这充分证明西方对俄罗斯实施的国际孤立是失败的。请教一下王先生，为什么这么多国家坚持参加这次演习呢？事实上，美国对俄方的孤立呢，应该说是一种单边主义行动。即便是有一些西方国家也加入了美国的阵营，去孤立俄罗斯呢，那仍然也是一种单边的行动。事实上，对于美国以及西方国家和俄罗斯的做法呢，究竟存在着怎样的这种纠葛？应该说，更多的国家会仔细的思考。比如说，现在很多国家事实上对这个问题是有清醒的考虑的，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或者说是在西方国家的强权阴影或者说压迫下的国家，他们会考虑到，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强国并不会顾及到他们自己的安全关切、核心利益。安全攸关，在必要的时候可能会牺牲自己的利益，以换取自身的长远战略利益。在俄乌冲突的问题上，西方就扮演了非常不光彩的角色。正是在北约主导的不断的东扩的进程下，才迫使俄罗斯感觉到自己的核心安全利益受到了强大的压迫，
才导致了这场冲突的最终爆发，给俄乌双方乃至整个的欧洲都带来了很深远的影响。事实上，对于这种问题的始末缘由，是有一些国家会认清的，所以这也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孤立不会取得彻底的成功的重要原因。中国再次派出军力参加东方军演，那这也是解放军首次出动陆海空力量参加由俄方组织的演习。请教一下秦先生，您认为这反映出中俄怎样的战略互信？对于中方参演的演练科目，您有怎样的观察？显见这个中俄之间的互信还是比较深入的啊。而且整个中国大规模的这个部队拉到俄罗斯境内啊，去在一些相关的靶场，包括这个海上的演练，主要是在日本海进行。从演练的科目来看的话，也是这个相当于双方啊共同商定的一些之前报道的，比如说一些防止抢滩登陆啊，这个防止这个敌方的一些海上的突袭啊等等啊，这样一些科目啊，其实也显见了中国当下的这种军事互信已经达到相当高的层级啊，而且中国也很重视俄罗斯的相关的这种邀请啊，然后参加的演习，而且参加这样的演习本身对解放军的这种合同作战啊、协同作战、联合作战本身也是一个锻炼和考察啊，因此解放军特别北部战区也很重视这次的演练。值得指出的是，美西方国家一边给中俄扣帽子，渲染所谓中俄对世界秩序构成了严峻挑战，一边却又对印度等国家参与军演视而不见。请教一下王先生，您怎么看这种美式双标？美国的一贯逻辑是对自己有利的，那么就会不加思索地去采取这样的措施。即便是这样的措施呢，它的内容包括给别人扣上一些并不现实的具有污蔑或者说抹黑色彩的帽子，但是对于自己的盟友或者说利益攸关的这种合作伙伴呢，他可能就会不声不响。比如说，对于印度参加这个俄罗斯主导的军演的这个问题呢，美国并没有公开的指责，但是在背后呢，肯定是做了一些手脚，施加了一些压力。对于美国这样的做法，一贯的表明了他的双标的立场。这种做法实际上已经不足为奇了。梳理全球军情，解析最新防务，欢迎收看军情直播间，直抵人心，直通世界。更多报道和深度分析，请下载直新闻客户端。我是童迪，在中国深圳为您直播军情。美日展开东方之盾联合军演，美陆军标枪便携式反坦克导弹与自卫队01式轻型反坦克导弹首次联合实弹射击。美日为何宣称这是离岛作战新战法？深圳卫视东京特约观察员毛峰点播关键。这也是日美针对台海有事而制定的一种新的战术计划。普京亲赴远东视察东方2022军演，作为俄军4大战略方向演习之一，东方系列演习有哪些看点？俄军核潜艇参演释放什么信号？这是一张在码头拍摄的照片，一艘奥斯卡2级核潜艇的侧面盖子全部掀起，两边各露出12个巨大的反舰导弹发射管，透着强大的威慑感。普京时隔17年再次视察欧洲飞地加里宁格勒，为何是在北约心脏插一把尖刀？伊斯坎德尔导弹匕首超音速导弹能否遏制美西方反俄攻势？现在呢，他肯定会拿出一部分这个战术核武器部署在这里了。炮火中的扎波罗热核电站会否拉响俄乌冲突核警报？军情直播间即刻播出。欢迎回到军情直播间。9月1号，普京前往俄罗斯在欧洲的飞地加里宁格勒访问，这是俄乌冲突半年多以来，普京首次现身波罗的海沿岸。这里被视为一把插入欧洲的尖刀。俄占据加里宁格勒，就能将波罗的海舰队以及携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米格31战机部署到2个北约成员国波兰与立陶宛中间。那么，普京时隔17年访问加里宁格勒，意在传递什么信号？普京专机航线与北约多国擦肩而过，毫不忌惮深入北约腹地，是否有点冒险呢？
按照俄罗斯的说法，普京这次视察加里宁格勒，为了庆祝俄罗斯9月1号的知识日。而普京上一次到访加里宁格勒是在2005年。值得关注的是，普京为当地学生上了一堂国际关系公开课。课上，普京对小听众们说，自己刚与俄教育部长交谈，得知乌克兰学童不知道乌克兰和俄罗斯曾是苏联的一部分，也不知道克里米亚大桥的存在。普京还阐述了俄军在乌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他指出，一个反俄飞地正在乌克兰境内形成，并对俄构成威胁。因此，俄军以及顿巴斯民兵的目标和使命是结束战争，保护顿巴斯以及俄罗斯自己。加里宁格勒被视为一把插入欧洲的尖刀，地方虽小，地位甚高。7月底，普京批准发表俄新版海洋学说。该学说包含俄4大舰队之一波罗的海舰队发展、保护俄在波罗的海的国家利益等，其中强调了加里宁格勒的交通可达性，提出优先在加里宁格勒州、圣彼得堡等地发展海洋交通，建造有竞争力的船只等。德国联邦国防军总监察长佐恩警告，西方绝不能低估莫斯科，其有能力开辟第2条战线。潜在的冲突热点正是加里宁格勒。俄罗斯现在有没有在加里宁格勒部署核弹头呢？我个人认为是有的，是肯定有的，因为它附近到处都是北约的这个部队，而且现在已经大大加强了北约在这儿部署的这个力量所以它更加会强化核力量。什么这个伊斯坎德尔导弹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本来加里宁格勒就都部署了。所以现在呢，他肯定会拿出一部分这个战术核武器部署在这里嘛。从军力部署分析，目前加里宁格勒驻扎约3万名俄罗斯士兵，一个海军基地和一支波罗的海舰队，还部署有伊斯坎德尔导弹。它让北约在东欧方向部署的导弹防御系统腹背受敌，威慑力大打折扣。8月，俄还在加里宁格勒部署了配备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米格31K 战机。分析指出，从加里宁格勒到波兰首都华沙的直线距离只有277公里，用伊斯坎德尔导弹就能够覆盖波兰心脏。因此，新部署的匕首导弹显然有其他更遥远的目标。普京曾警告说，任何在俄乌冲突中对俄构成战略威胁的国家都将面临报复性打击。而在8月2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达命令，宣布从8个方向发动重大反攻，目的是夺回赫尔松州的领土。随后，乌战略通信和信息安全中心在社交网络上称，乌武装部队突破了俄军在赫尔松附近的第1道防线。然而，俄方给出截然不同的信息，称乌军发动进攻后，俄军积极防御，乌军部队损失惨重。1昼夜间损失1200多名士兵，不少武器装备被击毁，乌方没有达成进攻企图。有俄军事专家认为，乌军反攻的结果微小，而损失是巨大的。他们没有第2梯队，这样的反攻显然不会成功。В результате разгрома, проведенного по личному указанию Зеленского, наступления украинских войск на Николаево-Криворожском и других направлениях, противник понес масштабные потери. 在多条战线吃紧的情况下，乌军为何要将首要目标锁定赫尔松州？赫尔松州地处第聂伯河流入黑海的三角洲地带，以平坦地形为主，是连接克里米亚半岛的一座路桥，也是俄军向西推动的过渡地带。对俄乌双方来说，都属于战略要地。2022年2月的特别军事行动开启以来，俄军充分利用克里米亚半岛的地缘优势，将那里作为战略支撑点，控制了赫尔松州和扎波罗热的亚速海附近地区，由此切断乌克兰在亚速海方向的出口。乌军这次高调放话前，已连续2个月向西方表态要夺回赫尔松。乌克兰发动这个军事行动呢，就是为了证明就是北约这些国家给他的支援呢没有白支援，以便于他今后继续获取到北约的各种军援和这个经济援助。毕竟呢，现在有现实的压力整个7月份，欧洲的几个主要国家都没有再给乌克兰这个各种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了。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在国际影响、国际上的这个对乌克兰的关注在降低，支援的这个力度正在降低，所以呢，这个是乌克兰特别不愿意看到的。俄军撒手锏武器部署加里宁格勒，会对北约国家造成怎样威慑？美国欲再向乌克兰提供137亿美元紧急援助，会否改变乌克兰冲突局势？军情直播间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回到军情直播间。近年来，米格31战机挂载匕首高超音速导弹，成为了俄空天军新制作战能力。如今，这些撒手锏武器已经部署到了飞地加里宁格勒，这里是欧洲的柔软腹部。请教一下王先生，您认为这会对周边的北约国家造成怎样的威慑？在加里宁格勒这样的飞地部署一些具有高技术性能的武器呢，是俄罗斯的一个战略考量。因为目前以俄罗斯跟西方的紧张关系，特别是俄乌冲突的现实环境呢，会让俄罗斯不得不考虑一个问题，就是以北约或者说以欧洲为主的一些西方国家可能会向俄罗斯的边境地带施加更多的军事压力。那么缓解这种压力的一个重要做法呢，就是让欧洲或者说北约也感觉到一些威胁和压力的存在。而搭载匕首导弹的米格31呢，它的作战半径可以达到2000公里以上，导弹的打击范围呢会超出2000公里。如果从地图上看一下，以加里宁格勒为核心的2000多公里的半径，几乎是覆盖了整个欧洲所有的核心地带。这样就让欧洲也会感觉到一些现实压力，而这种压力的存在会缓解俄罗斯在俄乌冲突的问题上所遭受的西方的压力。我想这个棋子也许就是一个减压用的，并不是真正为一场战争所做的准备。9月3号，俄罗斯国防部宣布，自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军已经在乌克兰摧毁286架飞机、372套防空导弹系统、1867架无人机、4776辆坦克等一系列武器装备。那么，俄军这份成绩单表现如何？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还打不服乌克兰呢？秦先生。单从俄军公布的这个数字来看啊，也就是说，刨开如果乌克兰没有美西方的支持，那么其实俄军消灭的这些乌克兰的武器装备已经足以让乌克兰去军事化甚至于可以说没有美西方的支持，可能到现在这个俄乌冲突已经结束了。这个战事目前观察好像又处于一种胶着状态，双方都没有什么大的进展。我觉得从俄罗斯方面分析，主要有3方面原因。第一方面原因就是说，就是俄罗斯并没有用尽全力去进行这次的作战行动，就是俄军并没有对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大规模的攻击，他显然有一些考虑，有一些隐忍，包括可能他想以打促谈。美联社当地时间9月2号报道，由于美国援助乌克兰的资金即将用完，拜登要求国会再向乌克兰提供137亿美元的紧急援助，包括武器设备援助、情报支持和直接预算支持等。美国不断拱火，俄乌冲突会否升级，甚至危及核电站呢？王先生。美国这种不断地向乌克兰援助物资和资金的做法呢，很可能会导致俄乌冲突的一个持续乃至升级的可能。就像新闻媒体提到的，现在核电设施已经处在了战火之中，而且曾经遭遇到了炮击。虽然俄方和乌方呢都表明了这种袭击行动呢是对方所造成的，但是现在看起来，至少在西方国家的战略意图中，甚至可能会以这种人道主义灾难或者说核设施的毁坏作为一个重要的筹码。因为这种破坏乃至造成的附带的环境的严重损伤，很有可能会被西方加以利用。对于西方而言呢，这种结果可能会有利于西方将俄罗斯邪恶化的这种企图。所以现在俄方呢，一方面要保护好这些重要的设施，使之免遭灭顶之灾，同时呢，俄方也要尽快的完成自己的军事行动，才有可能避免战事超出不可控的这样的一个范畴。感谢王先生，也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军情直播间。